Dweller H。你所熟悉的演员，像是《黑色追击令》的 John Travolta、使女的故事的 Elizabeth Moss， 还有 Tom Cruise， 全部都是三达基教的成员。汤姆克鲁斯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接受天主教的教育。他后来回忆的形容到，自己的父亲是个霸凌者，也是个懦夫。他也提到说，他父亲是那种一差错就会踢他一脚的人，这对他来说是一场重要的人生课。这也因此让他无法对他的父亲建立信任。他从小就有阅读障碍，导致他在学校中不能有效地吸收知识。他也因为家庭的关系，在14年中转学了15次，导致他在学校既有困难学习，也交不到朋友。汤姆克鲁斯自1981年以后开始有电影亮相，其中 Taps 还有 Risky Business 都受到不错的评价。但真正让他成为国际巨星的是在1986年上映的 Top Gun。这部电影在全球带来了3亿5千万美元的票房。然而在电影上映的前一年，他与第一任妻子 Mimi Rogers 相遇。在三达基教里面长大的 Mimi Rogers 随即也将三达基教推荐给了汤姆克鲁斯。汤姆克鲁斯加入了以后说道，他在拍摄 Top Gun 的时候试着尝试要去飞飞机，但在上了一堂课以后他就放弃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有效的阅读，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恼怒。他也尝试了各种方式，雇佣了各种家教来帮助他的阅读障碍，最终反而是 Mimi Rogers 介绍给他的三达基教，让他成功克服了阅读障碍。 For me, I always wanted to be a pilot since I was a little kid. What better time to learn how to be a pilot than in preparation for Top Gun? So one day, I went and had a lesson. And after one day, I gave it up. I couldn't do it. I thought, I'm dyslexic. Damn this dyslexia. Gotta figure this out. I gotta figure this out. I gotta figure this out. I tried everything. Different tutor groups, different speed reading courses. I hired people to come in and read with me. But shortly after that, I discovered the study technology. Now, I am a licensed pilot. 自从汤姆克鲁斯加入以后，他也被三达基教视为最重要的一个成员。三达基教的高层也常常跟教徒说，汤姆克鲁斯是在拯救地球的。A senior Scientologist, which Tom is a senior Scientologist, he's single-handedly saving the planet. That is the truth. I'm not trying to be funny. That is what we're told. That is what we're told. 说到三达基教，就要从他的创办人 L. Ron Hubbard 开始说起。Ron Hubbard 1911年在 Nebraska 长大，他的妈妈是个老师，他的爸爸则是一位军人。在他2岁的时候，全家就搬到蒙大拿州里面生活。长大后，他去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可是因为成绩太烂，他就休学了。休学了以后，他开始写科幻小说，他的著作高达1000多则，也是金氏世界纪录里面出版数最多的一个作家。当二战爆发时，他加入了海军，他的从军生涯可以说是谜团重重。他声称他最高的官位曾经是上校，还受颁过紫星勋章。紫星勋章的获得条件是必须在作战中因为敌对的行为而受伤。但是过了几十年以后，有人去跟海军核对，海军文件显示他最高的职位只有到中尉而已，而且根本没有受颁过什么紫星勋章。他也声称他曾经被派到南太平洋作战，在作战期间，他因为眼睛受伤而失明，脚也受伤，不能好好走路。在这之后，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抛弃了他。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2年里面，他利用现在被三达基教广泛使用的技巧，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他的视力恢复，也得以像一般人一样走路。但海军的官方资料却指出，他根本就从来没有失明过，他不过是得了结膜炎，还有脚踝扭伤而已。海军给他了一副太阳眼镜，之后他们就认为 Ron Hubbard 是可以回去作战的。至于他有没有去南太平洋，也成了一个谜，因为海军在某些资料中透露他有在南太平洋服役过，却又在海军的其他资料里面指出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美国。三达基教还声称 Ron Hubbard 曾经在奥勒冈沿海一带击沉了一架日本的潜水艇，但后来根据海军的调查，那一带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潜水艇。二战结束以后，他搬回去加州继续写他的小说，即使写了很多著作，他还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财富自由。也有很多资料指出1940年代 Ron Hubbard 曾在不同的场合中说过，写小说不会让你富得流油，如果你真的想要赚100万美金，最快的方法就是成立自己的宗教。在1950年 Ron Hubbard 写了一本知名的著作 Dianetic， 这本书最后也成为了三达基教的基础。 Ron Hubbard 在这本书中解释到他对心理健康的看法。
他解释到人类心中有2种状态，第一种是 analytical mind， 也是分析心灵，第二种是 reactive mind， 反应心灵。人类在清醒的时候会用分析式心灵来对身边的事物做解释，但人类真正的问题是潜在式的反应式心灵，包含了人在过去失去意识时所记录下来的经验，范围从产前经验、婴幼儿与童年时期，一直到与前世以及外星文化相关的创伤性情绪，在无意识状态下所形成的这类心象图像，会对痛苦的经验进行准确的记录。Hubbard 将这个现象称为 engram，也就是印痕。这本书在出版的短短2年内就卖了10万本。在当时2战后的美国，心理学还没有发展得非常的完整，加上 Ron Hubbard 这个浅显易懂的理论，很多2战后的军人们在这本书中找到了解释自己心理健康的方式。 If you have to look at 1950 within that context of time, it was the first do-it-yourself psychotherapy book really to come out. How to cure yourself of anything all by yourself or with another fellow,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just sit down on your couch, open the book up and have a whack at it. 然而美国心理学协会很快的就跳出来指出 Ron Hubbard 的理论是假科学。为此 Ron Hubbard 很快就反驳的说道，美国心理学协会不同意我的言论，是因为心理医生跟制药产业会失去上亿的收入。至今很多山达基教的教徒，包括汤姆克鲁斯，都相信心理学是一门假科学。 Psychiatry is a pseudoscience. You don't know the history of psychiatry. I do. 讽刺的是，他们却深信着山达基教的假科学方法能治愈一切的身心疾病。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起源故事，山达基教也不例外。在这方面 Ron Hubbard 是真的发挥了他写科幻小说的实力。这个起源听起来是蛮扯的，请你们耐心的听完。那时候有个超级独裁者叫做 Xenu， 他觉得宇宙有点人口过剩，于是以要审查税务的借口，把几亿人口骗到太空船上结冻，然后用太空船把它放到地球的火山里，再投入氢弹把全部人都杀死。之后他们的灵魂也叫做 Thetan 都从这些尸体里面跑出来了。当这些 Thetan 跑出来了以后， Xenu 把这些 Thetan 的灵魂全部吸了起来，带到了一个洗脑的设施，将他们洗脑，灌进恐惧、罪恶感、宗教画面。在人类的起源时，这些 Thetan 附身在人类身上，所以照山达基教的说法，你今天会焦虑、痛苦，是因为你身上粘了一堆被 Xenu 害死的外星灵魂。要跟身上的外星灵魂谈话，解决你心中的疑难杂症，就要用山达基教发明的一个方法，叫 auditing， 中文叫做听吸。受访者会透过一台叫做 e-meter 的机器，双手个别拿着2个金属罐，只要受测者开始有情绪变化，机器上面的针就会开始动，来告诉测试者受测者的情绪反应。这时候受测者就要一直谈话，讲自己的看法，讲自己的心情，直到这根针不再动。当你透过这个听吸不断的谈话，你会进入一个叫 clear 的状态，意思是你现在头脑比较清楚了，你的心理状态浮动也渐渐没了，你过去创伤对你所受的影响也慢慢变小了。而当你进入这个 clear 状态以后呢，你可以从山达基教的自由之桥慢慢的爬上去。这些阶级又被称为 OT Operating Thetan，总共有10集，每一集都要上不同的课，缴好几万块的美金。有些人曾经到8集过，据说他们缴了超过45万美金。而不同的阶级，你也会受到不同的启发。山达基教的高层也会告诉你山达基教背后种种的一切。有趣的是，你不能跟别人说你达到了某个阶级，山达基教内部告诉了你什么真相。You're told to lie to people. Oh, You so can't tell people what the answers are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get pneumonia. they get pneumonia? Literally will die. Okay, So a lot of times when I lied to the press and then they confronted me on it and said, "Why'd you lie?" I was like, "I had to save your life. I mean, I can't. I don't want to give you cancer." Ron Hubbard 在1986年去世以后，由这个讲话跟 Tom Cruise 非常像的 David Miscavige 接手。David 的爸爸回忆到，在1968年的一场庞氏骗局的会议上，他得知了山达基教的存在。当时他正处于人生的迷惘期，他觉得他在山达基教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于是他还把自己的儿子 David 给拉进了山达基教。David 从小就一直被气喘所困扰。I took David down one day and I said, is there anything you can do for David with Scientology auditing, which is basically another word for counseling? Right. He took David in, and 45 minutes later, Dave comes out.
I said, hey, how's it going? He says, Dad, I'm handled. And he never had another severe attack in his entire youth. I think it was at that moment that he decided he's going to do something with this. 16岁时 ，David 加入了 Sea Org， 也慢慢跟创办人 Ron Hubbard 展现了亲密的关系。Sea Org 又称为海洋组织，是山达基教内部里面最忠诚也是最 hardcore 的一群成员。他有 Ron Hubbard 在1960年代末期建立，会叫做 Sea Org， 是因为他早期是在船上运作的，可能也是跟他海军的背景有关系吧。加入 Sea Org 的每个成员，有些甚至是10几岁的未成年小孩，都要签署一份象征性的10亿年的契约，用来表达对组织在今生以及未来无数生命中的轮回的全面贡献。曾有一名前山达基教的成员透露，你在 Sea Org 一个礼拜的薪水只有$50而已。在 Sea Org 里面，基本上你要做全部的事情，从打扫、洗衣服、做听息，还要组织教会的活动。有些从山达基教脱离的人说道，创办人 Ron Hubbard 当初没有疑虑的想把山达基教传给 David Miscavige， 但是有一派人说到根本没有这件事情。Ron Hubbard 原本想要让山达基教给一个委员会管理，然而在 Ron Hubbard 隐居生活以后， David Miscavige 用自己在教会的影响力，慢慢玩起了政治游戏，把反对他的人都踢了出去。于是他就渐渐的成为山达基教的唯一领袖。David Miscavige 的威慑力也被他的侄女在 podcast 中证实。他说到他叔叔会因为觉得山达基教的影响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愤而打骂教会的上层管理人士。Basically, my mom witnessed my uncle beating people. It was basically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who he was essentially blaming for the Scientology not doing so amazingly well. He would just blame them for everything and punish them for it. Keep them imprisoned in this trailer, make them sleep under their desks. 在 David Miscavige 成为领袖以后，他把山达基教渐渐的推动到大众的面前，也在他的任期里面，让山达基教被美国国税局承认是一个宗教组织，进而不用缴任何的税务。On October the 1st, the IRS issued letters recognizing Scientology and every one of its organizations as fully tax-exempt. 但是这场与国税局的战争其实持续了37年，期间据说山达基教曾经对国税局窃听、伪造记录、偷窃，以及发动超过2500起诉讼，来取得免税资格。在这场行动中，多名教会的高层人员，包括 Ron Hubbard 的妻子，因涉及陷入国税局偷窃资料被抓到，最后达成协议，认罪了一项罪行而被判入狱。1993年10月，教会与国税局达成协议，教会同意停止所有对国税局的诉讼，并支付了$1250万，以解决传言中高达$10亿的税务欠款。国税局也给了山达基教的所有相关机构全部免税。那随着山达基教的慢慢壮大，很多脱离山达基教的人也出来爆料了里面的内幕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创办人 Ron Hubbard 的儿子。他在1982年在法庭上出庭作证，其中他提到了他可以很肯定的说，99%他爸爸所说的事都是唬烂的。 I could say flatly that 99% of what my father wrote about his own life and what he had done is false. He was never wounded or blinded. 而第二代的领袖 David Miscavige 的爸爸也出来说道，有一次他的儿子给他了 Kindle 的电子书，里面已经下载了一堆 Ron Hubbard 的科幻小说。他爸爸原本想在 Kindle 的字典里面寻找一个单字，结果不小心搜寻的按键他按得太久，于是 Google 就跑出来了。他惊讶到了自己竟然有这个权限上 Google， 因为在山达基教里，所有的电子产品都要上缴给山达基教的人，他们会帮你安装滤网，来过滤你可以下载、你可以看到的内容。那这个老爹也很逗趣啊，他知道他自己上了 Google 以后，就是上网查 Ron Hubbard 的海军资料。One of the things I looked at was like L. Ron Hubbard's war record. He was not a hero. He didn't have 2 Purple Hearts. He's a fucking made-up story. 他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怀疑自己的信仰，他最终也离开了山达基教。另外，逃出山达基教的知名演员 Leah Remini 也出来说道，他曾经在2006年 Tom Cruise 还有 Katie Holmes 的世纪婚礼上找不到 David Miscavige 的老婆 Shelley， 他就有点奇怪，他就到处问旁边山达基教的教徒，结果这些教徒就慢慢从他的附近散掉。于是他就跑去了山达基教的发言人 Tommy Davis 上，问了他，Shelley 到底跑去哪了？发言人却回他 And then I was told I didn't have the effing rank to be asking about the leader's wife. Leah Remini 后来在节目上回忆到，他觉得他有这个阶级来质问一个人类的死活。他之后也跑去警察局报了案，警察对他说 Shelley 平安无事，我们已经有跟他联系了。但是 Leah Remini 想要看到直接的证据，针对 Leah 的这个要求，警察说道 I said, did you see her or was somebody speaking on her behalf? You ready for the answer?
that's classified. This is what the police said. And I said, are you sick? I said, seriously, are you sick?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Am I doing something wrong? I filed the report. You know that, right? Like, you know that I filed the report? I thought maybe he was confused and he thought he was talking to my cousin. 然而，在2025年的8月 ，David Miscavige 的侄女 Jenna 在一个 podcast 上面说到 ，Shelley 还活着，今年也有人看到她，她也还正参与三达基教的运作。除此之外 ，Jenna 不愿意透露太多，但是她还想要跟大家说，不要把自己的阿姨 Shelley 看成一个受害者，她还把 Shelley 与 Jeffrey Epstein 的老婆做比较。It was Shelley who said, "You may not call your parent." It was Shelley who ordered me to get these interrogations and who ordered someone to stand outside my door all the time in case I tried to escape. 除了这些内部消息，三达基教历史上最大的外部丑闻，则是 Lisa McPherson 的过世。Lisa McPherson 原本是三达基教教会的成员。1995年11月18日 ，Lisa 卷入了一起轻微的车祸，由于她当时仍能自行走动。救护人员起初并未将她送医，但在她开始脱去衣物后，救护人员决定将她送往医院。Lisa 对救护人员说，她之所以脱衣，是希望人们可以觉得她精神有问题，所以可以得到心理咨询。Lisa in the accident scene was behind our ambulance, and he says, "You're never going to guess what she's doing." Speaking of Lisa. And I said, "What?" And he says, "She's taking off her clothes." And it was like a few seconds later, she came walking down the side of our ambulance with not a stitch on. As I went to get her, I said, Lisa, why did you take your clothes off? And she said, "I wanted people to think I was crazy so then I could get some help." 救护人员于是送 Lisa 去附近的医院过夜观察治疗。然而，突然一群三达基教徒突然出现在医院 ，Lisa 突然间改变心意，拒绝接受住院观察，于是她签名了自行离院。随后 ，Lisa 被三达基教徒带往了 Fort Harrison Hotel， 这间饭店同时也是三达基教的精神总部。奇怪的是，她抵达的时候身体非常健康，因为只是轻微的车祸而已。但在17天以后，她却离世了。根据三达基教的说法 ，Lisa 被送往这个 hotel， 目的是为了让她放松休息，但实际上她是被带去接受内审程序 （Introspection Rundown）。这个程序是由三达基教的创办人 Ron Hubbard 给发明的。所有精神状态有问题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个程序。期间 ，Lisa 只能待在一个房间里面被孤立，但是被法院公开的17天 Lisa 照护记录告诉了我们她的状态在内审程序时不断的恶化。在被隔离的第17天以后，她的状态已经恶化到了极点，于是教会终于忍不住要把她送去医院，但是他们没有把她送到距离只有几个街区的医院，而是把她送到了车程高达45分钟与三达基教有连结的医院里面。在前往医院的途中 ，Lisa 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在 Lisa 过世以后，案件的调查人发现 Lisa 在车祸时体重有68公斤，但在过世的时候，他体重只剩下48公斤。短短的17天内，他失去了20公斤的重量。验尸报告指出，他死于肺动脉栓塞。法医办公室也说到，造成栓塞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三达基教被关押17天内，长时间卧床与严重脱水所致。法医也在法庭上推论到说，在最后的5到10天里 ，Lisa 的身体仅有少许的液体，她的尸体也被发现有多处的淤青，还有被昆虫啃咬的伤痕。1998年，佛罗里达州检察官对三达基教会提出了刑事指控他们无照行医，还有虐待一名身心障碍的成年人。不过这些指控都在2000年的时候被撤销，原因是法医对 Lisa 的死因裁定突然从原因不明改为意外死亡。Lisa 家人随即也对三达基教提出了民事的诉讼，也在2004年这起民事诉讼在细节不公开的情况下与庭外和解，回到了阿汤哥与三达基教的藕断丝连。1989年，在电影《Days of Thunder》的拍摄现场，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曼相遇，两人瞬间被彼此的盛世美颜给吸引，也立即在1年后的圣诞夜前夕宣布结婚。结婚之后，妮可·基曼一直想要有小孩的愿望，不幸的是，妮可·基曼经历了流产带来的心理创伤，于是两人决定采用领养的方式来领养2位小孩。2位小孩随之的也在三达基教里面长大。然而奇怪的是，妮可·基曼在一次跟 GMTV 的访问中提到：“我的小孩不叫我妈妈，也不叫我妈，他们叫我 Nicole， 他非常讨厌这样被叫。”在一个采访前三达基教成员的纪录片里面，他们也说到三达基教在这段婚姻中感受到了威胁，因为妮可基曼的关系，让汤姆克鲁斯开始跟三达基教产生了一些距离。于是三达基教马上派了一组人，想办法来让汤姆克鲁斯跟妮可基曼离婚。他们雇佣了私家侦探
来跟踪妮可基曼。汤姆克鲁斯也开始想要知道妮可基曼都跟谁说话，说了什么。于是他派山达基教的成员装了许多窃听器来监视妮可基曼的一举一动。在这之后，山达基教也对2位领养的小孩开始慢慢的洗脑。最终，汤姆克鲁斯发起了离婚，妮可基曼非常的伤心。2位小孩也选择了爸爸作为他们的监护人。妮可基曼在律师办公室里面签完离婚协议以后的开心模样，也被媒体捕捉到了。与妮可基曼离婚了以后，汤姆克鲁斯感到了一份空虚。山达基教看到这个情形，于是从各个国家的教徒里面开始了对汤姆克鲁斯女朋友的选秀。山达基教在招募时候说到，他们是为了一部在山达基教的影片想要来试镜女主角，但是却对来试镜的女生问你怎么看汤姆克鲁斯。于是一名伊朗裔的英国女生 Nazanin Boniadi 就被选上了，她也被要求签了一份保密条约。庆幸的是，他们2个在2004年到2005年短暂交往几个月以后就分手了。分手后 Nazanin 对其他的教徒透露了他和阿汤哥交往的这几个月，他也因此被山达基教惩罚。他们给了 Nazanin 一支牙刷，要他用那支牙刷来慢慢的刷马桶。这个爆料是国外的杂志 Vanity Fair 所爆出来的。当然，山达基教是完全否定这些指控，但是很多前山达基教的成员也出来了证实 Vanity Fair 写的是正确的。与 Nazanin 分手了3个月以后，汤姆克鲁斯就开始跟 Katie Holmes 约会。与 Katie 坠入爱河的汤姆克鲁斯藏不住自己嘴角的笑容，甚至在 Oprah 的节目上面跳到了沙发上，还做了一些看起来有点 cringe 的事情。Have you ever felt this way? 也在2016年，他们的女儿 Suri 平安的出生了。当初有传言，汤姆克鲁斯要 Katie 在生产的时候保持安静，不要尖叫，因为山达基教相信，如果在生小孩的时候有噪音，小孩子会下意识的记住这些噪音，对小孩的发育会有不良的影响。在 Suri 出生了7个月以后呢，他们在罗马办了当初媒体所说的世纪婚礼。据传 Katie Holmes 一开始其实是抱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山达基教的，甚至因为汤姆克鲁斯他开始学习山达基教，加入山达基教。但随着 Suri 慢慢的长大，5、6岁的时候，汤姆克鲁斯开始跟 Katie 说到，他想要女儿加入刚刚提到的山达基教的海洋机构。但是 Katie 很显然是不赞成这个决定的。于是，在结婚了6年以后 ，Katie 开始计划要怎么带着自己的女儿逃出汤姆克鲁斯还有山达基教的魔掌。Katie 不是省油的灯，他知道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全都是汤姆克鲁斯指派的山达基教徒。于是他从他身边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解雇掉。几个礼拜后，他拿了一只抛弃式手机，开始跟律师联系来讨论怎么带着女儿逃亡。于是他偷偷的带着女儿逃到了一间纽约的公寓。因为纽约与加州不同，更有机会给予 Katie 要求的独立抚养权。在2012年的夏天，当汤姆克鲁斯在冰岛拍摄 Oblivion 的时候， Katie Holmes 告诉汤姆克鲁斯他想要离婚。在整个过程中， Katie 的爸爸是非常支持他的。 Katie 的爸妈在天主教的环境中长大，当初其实不是很赞同这场婚姻，因为他们认为汤姆克鲁斯的山达基教是一个邪教，而且 Katie 的爸爸其实是一名离婚律师，他在过程中也给了 Katie 非常多的建议。离婚了以后， Katie 成功的拿到了女儿的抚养权，汤姆克鲁斯也会每年支付40万美金的抚养费，直到女儿达到了18岁。但奇怪的是，从2013年女儿只有7岁的时候，到现在2025年，这12年间，汤姆克鲁斯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他的女儿。你觉得汤姆克鲁斯真的相信山达基教的一切吗？又或者是他现在已经陷得太深，想要走也走不出来？不管怎样，我真的很想分享一段现任山达基领袖 David Miscavige 的侄女非常有力的一段话。谢谢你的收看，欢迎订阅，我们下礼拜见。 The thing is that the celebrities, they are not Sea Org members. And yes, some of those people signed on as adults, but some of them were forced into it as children. They're being deprived of an education, and every time Tom Cruise or another celebrity pays millions to this organization to support it, they're actually supporting what is essentially a human trafficking organization and terrible treatment and abuse of children.